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3.78，收盘价是252.0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8.74，最低价是在251.3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359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5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。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或者叫蜻蜓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到相对高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那价涨量缩，同时这样的 K 线又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日后股价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前一个交易日生成的这根锤子线啊，它也是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它也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但是目前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变盘信号 K 线最高和最低的之间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并没有被确认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又出现了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说明目前股价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行都是有阻力的。所以对于12月18日这根 K 线来说，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继续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8.74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上涨，否则会出现回档。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叫做变盘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51.36，那么股价将会回踩或者说是回踩各条均线值，或者说是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56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49.5。实际在12月18日收盘价是在252.08，出现了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，仅是在收盘价点位的性质上相同，也就是说不超过前高，但是也没有跌破前低。但是呢，收盘价的点位和当日的走势则是完全不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说，出现这样的叫做价跌量缩，然后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。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2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会把它设定在228，是1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跌破这根 K 线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空头趋势，出现低底低。然后如果这根 K 线被跌破呢，当然我们说这个目标啊，
如果说股价要跌破这个目标呢，那上方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会成为强支撑。那228如果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是206，那第三个目标就是194。说目前股价回档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28。228一旦被跌破，那么股价继续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94。206仅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3个位置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，目前我们要调整一下第一个目标。之前我们设定的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54，虽然目前股价没有收盘价没有站上这个第一个目标，但是它出现了新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259，我们取整数。好，那目前股价向上的目标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我们称为前高，站上它才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，继续出现头高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，我们把图缩小会看到，我们之前的视频一直提到过这条1号趋势线，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之后两个低点建立的下行趋势线，也是最后一条趋势线。那它一直是成为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。我们会看到之前有连续3次，都到达这个位置而出现反转向下。而现在股价又到达了这个关键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股价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突破这条趋势线，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，并且也会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的突破，就是说突破这条趋势线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69不变，第三个目标是279。好，那我们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其中我们说，对于12月19日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焦点呢，也是在第一个目标在259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在12月1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我们依然关注251。251啊，既是这个变盘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，同时也是12月18日新生成的这个变盘信号 K 线的最低附近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51，如果股价能够在251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，或至少会出现继续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51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它很容易会回踩5日均线值，或者是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1的理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4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45。目前股价呢已经是成本位是在239。那目前呢股价现在是处于这个仓位是一个盈利的一个位置。所以现在是可以随时可以盈利出场的。那到了12月19日，首先说在12月18日收盘价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了一个价跌量缩，收盘不过前高，没有量增，所以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建仓的，对。所以那到了12月19日，对于这个仓位已经是获利，那么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，就是守5日均线值，我们守249。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49，那么这个仓位可以
停利出场，我们说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出止损位，说如果不想停利出场之前也没有获利出场，那想继续守这个仓位，等待回档之后，回后再上涨，继续加仓做多，那么我们要给一个止损位，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。对于12月19日20日均线值是在242，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这个仓位应该是止损出场的。好，即使是止损呢，我们说，如果不是跌幅不是很深的话，也会在239成本位之上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12月19日空头一定开盘之后一定会有大的空头力量进入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变盘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8附近，还有就是20均线值在242。当然目前股价说如果出现反转向下，它真正的目标是228，这是空头的目标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前高上方的259，守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然后上方还有一个位置就是269，这是空头要守的2个位置。其中259这是一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标志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59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69。在这个位置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前低251，实际上也是我们设定的这个观察线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49附近。第三个支撑是245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四个支撑是242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6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9.5附近。如果是这样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小幅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或者我们说叫横盘向上，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1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6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3附近。对，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上呢，它的条件呢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那即使是横盘向上呢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也会出现新高，然后呢，股价还是会被压回，就是继续再出现一根长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 K 线，因为我们认为上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